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好久没有做宅气七七的系列影片了。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些最近看过的好入坑的动画。基本上这一次的片单我刻意选的蛮亲民的哦，因为目标呢是想要让比较轻度的观众也可以有个接触的机会，而类型也特别挑了几种不同的。那现在就让我们直接开始吧。不过按照惯例，在开始之前还是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加入志奇七七的频道会员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吗？接下来这1分钟，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福利。第一个是你可以参与每月1次的议题许愿池，你可以在这里提案想听的主题，那会员票选最高的几个题目，团队会选出至少1题做成影片。而第二个是企划们的政治不正确真心话，跟大家分享研究议题的思路啊，还有心得，甚至是辛辣的回复观众的留言。第三个是每个月至少会有1支的会员专属影片，影片内容包含了像是影片的拍摄花絮啊、议题的延伸讨论、完整版的访谈影片，又或是我们团队亲自回答会员的提问。而第4个是留言的时候，你的 ID 旁边会出现频道会员专属徽章，还可以使用专属的表情符号。那最后，除了刚刚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加入会员给予我们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继续制作更多重要的时事和社会议题影片。你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点击加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能够加入志奇七七的频道会员。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入会员，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一起推广更多重要的议题。第一部我想要推荐的是 Netflix 上面的《奥术》，我想大家前阵子都一定有被推到爆炸，因为真的是太好看了，吊打我在2021年看过的所有影集。《奥术》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所推出的改编动画作品，故事围绕在游戏英雄联盟的角色。在游戏里面呢，并没有太完整的故事，但这部作品算是把很多个主要角色的起源故事描绘得很完整。而这部动画影集的故事背景描述的是一个有点类似蒸汽朋克世界中的2个城市，其中呢一个他住的中上阶级的人们，而另外一个呢，则是社会比较底层的人。而主角就是在这2座城市当中不同阶层的人们。故事情节探讨的议题蛮多样的例如像是上流社会跟底层人民之间的冲突、亲情之间的冲突，还有道德与科学进步的冲突等等。不过不用担心哦，没有玩过英雄联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的观赏，丝毫不会影响到你的体验。因为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的人，仍然是看得哭天抢地。而在集数上面也十分的友善只有9集，每集会聚焦在一个角色，而3集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章节。而3章又再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角色的演出非常深刻，而且在故事当中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的解释性对话，像是呢要讲说他们手上的这个科技很厉害，他不会有个桥段呢让里面的角色说哦，这个蓝色的石头呢，它是目前为止最强的科技啊，里面有超强大的能量啊，非常厉害。这部影集不会这样说，它会直接爆炸毁掉一栋建筑之类的，透过一些角色的回忆啊，或是那个画面来带出。简单来说呢，就是直接演给你看。同时在角色的营造上面也没有免洗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他的目标，也有他为此做出的牺牲，是一个看完之后会让你再三的回味非常立体的影集。那第2部我想要介绍的是无职转生到了异世界又拿出真本事。这部动画是在描述一个日本的尼特族大叔在父母去世之后被赶出家门，随后因为被卡车撞上而死，但之后却在一个婴儿的身体里面醒来。原来他转生到了一个剑与魔法的奇幻世界，而他带着超凡的知识还有魔力，一步步的努力与人相遇，协助他人，最后重新活出自我的一个故事。听起来是一个现在超常见的异世界作品但它不同的是对于细节互动还有角色成长曲线的刻画非常认真，也因此让成果就更显得有意义。大部分的成就呢，都会让主角真实的面临到困境，花费到时间啊，还有大脑，不会是全然的无脑开挂。而此外，女主角群呢，也是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像其中的爱丽丝呢，就是 Hook 的最爱之一。而动画的制作上面也是非常的精良，几乎可以说是去年日系2D 动画的巅峰。华丽的打斗啊，还有运镜，让我常常在推荐别人的时候都是说啊，我知道《无职》这部作品，有些人在伦理上面不能够接受，很多性相关的场景表现的相对露骨，但是呢，光是动画制作本身就很值得一看。而有些人会说，无职是异世界的始祖，也是顶点。那如果你是对于这种故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来看看哦。而第3部我想要推荐的是最近刚出的青春恋爱喜剧《恋上换装娃娃》。这部动画是在讲一个不善交际、喜爱制作女儿节娃娃的男高中生新菜，在一个意外之下开始帮忙班上最受欢迎的海梦同学制作 cosplay 服装，而2人也开始产生情愫的故事。那过程当中，观众会跟着男主角一起认识 cosplay 的各种文化，同时呢，也会被2人可爱的互动萌杀。就是很香。
那基本上我是一个对于青春恋爱喜剧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人，像是古剑同学啊、高部同学之类的呢，都是会看到这个粉红泡泡满天飞。而这一部的女主角海梦呢，不同于像是雷姆的婆啊、爱丽丝傲娇、洛基系的这种呆萌，它是一种超级侵略的伤，我觉得真的是蛮会的。那么一堆朋友呢都在崩溃说，不要再骗纯情仔仔了，真的是世界上面很难遇到那么可爱、身材又好，然后喜欢 cosplay 还自己主动喜欢上你的人，好吗？那如果你过去有些兴趣并不是那么的被大家接受，或者是你对于 cosplay 文化有些好奇，或许都可以从这部作品当中得到些什么。那推荐大家来看看。哦，对了，这部作品的漫画呢也是轻松好看哦，也推荐一波。那第4部我要推荐的是《国王排名》。《国王排名》的故事主角是一位天生又聋又哑的王子波吉，而由于他实在是非常的脆弱，因此大家都不看好他能够成为国王。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一直默默的努力。而在一次的因缘际会之下，他认识了他的伙伴卡克。那本来卡克以为波吉是一个好骗的小孩哦，但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会读别人的唇语，所以都知道别人是在嘲笑他。但他还是保持着微笑面对这些嘲笑。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释放内心的痛苦。而后来因为一些行动让卡克深深感动之后，他决定要成为波吉的朋友，帮助他当上国王，因此展开了一段一起面对阴谋、恶意又充满了欢笑与泪水的旅程。国王排名算是让我蛮惊艳的一部作品哦，因为虽然他的原作有得到这本漫画真厉害2020年的男性向第7名推荐，但原作的结构实在是相对混乱，所以原本我很难想象可以怎么样变成一个好动画。但是制作过这个进击的巨人的霸权社 Wit Studio 的他们的制作跟改编能力真的就是让人心服口服。透过角色收束好这个剧情，然后让故事变得很好理解，再加上可爱的画风啊，还有充满社会现实感的这个剧情之间的冲突碰撞，打造出了一个简单好看的动画作品。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先给国王排名1集的机会，或许会让你对他有着重新的认识。而最后一部我想要推荐的是《奇巧计程车》。这部会摆在最后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真的是相对冷门一点点的题材，也可能是这里面离大众最远的一部作品。《奇巧计程车》的故事情节的任何爆雷都实在是会太影响到观看体验了，所以在这边呢，我决定直接简单的用官方的介绍词，以各种动物共同生活的城市为舞台。Bot Taxi 呢，描述古怪又寡言的41岁计程车司机小户川在工作时遇到各式各样乘客的故事。基本上这算是一部推理悬疑的经典向作品。那除了剧情深入且让人惊喜之外，它也是一个像奥数一样没有什么废角的作品。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是有一点点的难入口，但给他几集的时间哦，《奇巧计程车》绝对值得你花13集好好看看。毕竟他在巴哈我大哥这个动画风的平台上面，可是得到了5000多笔的评价，而且还有4.9颗星哦。这不是像这个 Google 评价一样可以用折扣券去换5星，你知道吗？所以是真的很厉害，大家赶快去看看。好的，那今天的宅77呢，我们总共介绍了5部我认为简单好看的动画作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或者也可以在留言区推一下自己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好动画们，大家一起推更推起来。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很棒的动画作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更多的宅77系列。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